瓜子、花生，一个增肥，一个减肥，你吃对了没？嘴馋党该上心了，小峰最近总是觉得裤子紧了不少。一天，他去朋友家玩，朋友调侃他最近脸圆了一圈。小峰摸摸肚子，笑着说，大概是花生和瓜子吃多了吧。朋友神秘一笑，你知道吗？花生和瓜子看似一样，其实一个更容易增肥，一个还挺适合减肥。小峰一脸疑惑，不都高热量吗？那到底哪个吃了会胖，哪个能帮忙瘦身呢？这花生和瓜子还有这样的学问。一、瓜子与花生的热量差别。在热量对比上，花生和瓜子这对组合确实让人纠结。一般人可能觉得既然都是高热量零食，吃起来都容易胖。然而真相没这么简单，看起来花生和瓜子的热量差不多，100克花生大概580卡路里，100克瓜子则是570卡路里，看着只差一点点，但对减肥影响却截然不同。为啥呢？核心在于它们的脂肪种类和对身体的影响。我们先聊聊花生。花生虽然热量不低，但它里面的脂肪种类可是有好型的。花生含有较多的单不饱和脂肪酸，属于对心血管有益的脂肪类型。这就是为什么花生常被称为植物肉，吃它不仅能补充蛋白质，还能提供让人耐饿的好脂肪。所以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会选择吃点花生，填饱肚子，同时不容易热量超标。再说瓜子，瓜子虽然也是高营养小零食，里面的脂肪却以饱和脂肪为主。饱和脂肪对人体来说不容易代谢，容易堆积在体内形成脂肪囤积，时间久了就很容易体重上升。而且市面上的瓜子种类繁多，比如奶油瓜子和焦糖瓜子，吃起来是更香了，但热量也翻倍，吃多了就会不知不觉的超出每日所需热量，轻松进阶为长肉零食。控制热量关键在于适量摄入。其实花生和瓜子并不是洪水猛兽，关键是分量和频率。日常适当吃点花生，不仅不会让你长胖，还能补充健康脂肪和蛋白质。但吃瓜子就需要特别小心了，尤其是调味过重的种类，更是轻易超标。如果是原味瓜子，也得控制分量，少量细嚼慢咽，享受风味，才能既解馋又不长肉。二、花生的减肥效应真相。花生热量不低，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有助减肥。这听起来有点矛盾，却是有科学依据的。虽然花生热量高，但它有2个明显的减肥好帮手：优质脂肪和丰富的膳食纤维。花生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，这种脂肪能带来饱腹感，不容易堆积成脂肪囤积在体内，甚至能促进身体燃烧热量。这样一来，在食用适量花生后，自然而然减少了对高热量零食或垃圾食品的需求。吃花生减肥的另一个秘诀是它的高膳食纤维含量。花生含有丰富的纤维，这种物质可以加速肠道蠕动，帮助排出体内的废物和毒素。纤维的补胃效果也不容忽视，它能让人更长时间感到饱腹，减少额外的食物摄入，进而帮助减少总热量的摄取。因此，不少人在饭前吃少量花生，能减少正餐食量。这种聪明的错觉是减肥法既健康又高效。选对吃花生的方法更是关键，相比炒制的花生，水煮花生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，而且避免了多余的油脂摄入。水煮花生口感清爽，适量吃还能减少对盐分的依赖，降低因为过咸食物带来的健康风险。三、瓜子的增肥陷阱。瓜子作为常见的零食，很多人追剧、聚会时都离不开它。可别小瞧这些小小的瓜子，它们的热量相当惊人。一把瓜子吃下去，可能比一顿正餐还热量高。瓜子的脂肪含量不低，其中很多还是饱和脂肪酸。摄入过多的话，很容易转化为体内脂肪囤积。吃瓜子确实有满足感，但如果没有控制住量，不知不觉中热量就会超标，给减肥大忌拖后腿。不仅如此，市场上的瓜子花样繁多，比如焦糖味的瓜子额外添加了糖分，奶油味的则含有大量脂肪，这样一来热量翻倍还不止。即使是原味瓜子，吃多了也会导致热量积累。
瓜子小小一粒，很容易吃起来停不下来，尤其是在看电视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手上一把接一把的嗑，根本没意识到已经吃了多少。这种情况发生多了，体重上升就是迟早的事。除了热量高，瓜子还含有较多的盐分，特别是一些包装的调味瓜子，为了增加口感，加入了不少盐。摄入过多盐分不仅让人容易上火，还会引起水肿，让人看起来更虚胖。想要健康享受瓜子带来的乐趣，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量和选择原味或少盐的瓜子。只要合理安排，偶尔吃点原味瓜子解馋完全没问题。但切记不能贪嘴。4. 瓜子、花生的健康误区。花生和瓜子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零食，不少人把它们当作健康小吃。但其实如果不注意食用方法，反而会带来健康隐患。很多人觉得它们都是天然食材，怎么吃都无所谓。但事实上，吃错了真的可能会踩上健康的雷区。不少高血脂、高血压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人都爱吃瓜子，认为吃一点瓜子解馋没关系，甚至觉得瓜子富含健康脂肪，对身体有益。但对这类人群来说，瓜子中的高脂肪和钠含量会给身体带来负担，尤其是调味瓜子，盐分很高，容易影响血压，让血管负担加重，长期食用可能对身体更不利。想要健康的吃瓜子，高血脂人群最好选择无盐、原味的，少量食用，还要避免一吃就停不下来的情况。还有一些体质偏热的人，经常会觉得上火、口干舌燥，甚至长痘，这类人群也要小心瓜子。瓜子属于炒货，偏燥热，吃多了容易加重体内的火气，让上火的症状加剧。为了避免身体不适，体质热的人群更适合少量吃花生，或者选择水煮的花生，既减少油脂又不会加重内热，对身体更温和。花生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对有肾病的人来说也有一些限制。花生中的植物油脂需要肾脏代谢，对于肾功能较差的人来说，代谢负担会增加。为了健康着想，肾脏不好的朋友应当尽量少吃花生，多补充水分来促进代谢。想要科学的享受花生和瓜子的美味，控制量和选择食材种类是关键。合理、科学的吃花生和瓜子，既能享受它们的营养好处，又能避免给身体增添不必要的负担。5. 科学的坚果食用习惯。很多人喜欢吃坚果，尤其是花生和瓜子，吃起来香脆可口，既能解馋，还能帮忙打发时间。但坚果虽好，吃多了热量也相当可观，想要既享受美味又保持体重，学会科学的食用坚果很关键。最简单的妙招就是控制摄入量，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，每天吃一小把坚果就足够了，大约在30克左右。这样既能满足营养需求，又不至于让热量超标。很多调味坚果，如奶油味瓜子或加盐花生，口感虽然更香，但额外添加的盐和糖不仅让热量大大增加，还可能导致水肿、血压升高等问题。吃完之后口渴的同时，也会加重身体的负担。想要健康享用坚果，可以挑选原味或自然风味的品种。原汁原味更能让你享受到坚果的天然香气，还能减少盐分和糖分的摄入。对于在减肥中的人来说，学会慢慢享受坚果的过程也很重要。坚果虽小，但富含油脂，细嚼慢咽不仅能让你更好的品尝出它的香气，还会让大脑得到吃饱了的信号，避免过量食用。可以试试每次只拿几颗，慢慢吃完再拿，这样吃得更细致，满足感也更强。如果习惯每天吃坚果，不妨把坚果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，但同时也要控制购买量，避免一次性买太多导致手痒多吃的情况。科学食用坚果并不难，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品种，控制适量的份数，并选择合适的时间来吃。掌握这些小妙招，不仅能享受到花生和瓜子的美味，也能更好的维持体重和健康。结语：花生和瓜子作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零食，既有营养价值，也存在健康风险。在体重管理和健康方面，两者各有不同的影响。花生虽然热量不低，却因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
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，被视为减肥过程中的健康选择。适量食用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，还能减少对其他高热量零食的依赖。而瓜子因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高热量，如果不加节制的吃，尤其是奶油味、焦糖味等调味瓜子，很容易导致热量超标，增肥风险更高。想要健康享用花生和瓜子，控制量是关键。每天一小把，选择原味、少盐或水煮的方式，可以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避免健康隐患。合理食用，科学搭配，把坚果纳入均衡饮食中，才能既享受美味又保持健康。